叶枫再次来到了地府的门口，站在巍峨的鬼门关前。牛头和马面远远就认出了这个坚韧的人类灵魂，他们站在门前，如同两座不可动摇的山岳。牛头看着叶枫，语气中充满了无形的压力：“你又回来了，凡人，我们已经警告过你，地府不是你该来的地方。”马面补充说：“是的，凡人，我们不想再次伤害你，回到你的阳间去吧，别再让自己白白受苦了。”叶枫回答道：“牛头大人，马面大人，我感谢你们的关心，但我必须见到阎王，只有阎王能决定。”牛头摇了摇头，似乎对叶枫的执着感到无奈。“既然你执意要闯，那我们就只有拿武力来说服你了。”叶枫没有退缩，而是将阳光之剑举在前方。阳光之剑发出耀眼的光芒，那是他积攒了数个日夜的阳气所凝聚的力量。他冷静地说：“我不想与你们为敌，但我也不会放弃，请让开，我必须要走这条路。”牛头和马面一前一后地向叶枫逼近，他们的武器开始散发出幽冥的光芒，与阳光之剑的光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牛头猛地挥动他的铁链，链条带起一阵可怕的风声，向叶枫袭来。但这一次叶枫有了准备，他矫健的一跃而起，用阳光之剑切割着空气，产生了一个剑气的屏障，直接将铁链的攻势化解。马面见状也加入战斗，举起三叉戟向叶枫刺来，试图打破叶枫形成的阳光屏障。然而在阳光之剑的加持下，叶枫的每一次闪避和招架都充满了力量和灵巧。“牛头大人，马面大人，我不愿无端争斗，但为了救我的妹妹，只能得罪了。”两大鬼差见叶枫不仅招架得宜，还能发动反击，不由得对叶枫刮目相看。牛头与马面见状，攻势更加的凶猛。牛头的铁链划出一道弧线，朝叶枫卷来。叶枫高举阳光之剑，猛然劈下，剑光与铁链相撞，激起一阵耀眼的光芒。叶枫脚步迅速移动，顺势避开铁链的后续攻击。马面的三叉戟闪电般刺向叶枫，带着浓浓的阴气。叶枫低身一闪，随后迅速反击，用阳光之剑的剑气封住马面的攻势。剑气如同一道光阻，将三叉戟的轨迹强行改变。马面显然吃惊于叶枫的战斗技巧，但没有停下攻势，他迅速再度发起攻击，试图用速度打破叶枫的防线。“无畏凡人，你将明白与我们作对是多么愚蠢！”牛头大吼，铁链再度向叶枫袭来，这次带着更为可怕的力量，似乎要将叶枫整个灵魂撕裂。叶枫不敢大意，用阳光之剑在空中划出一道强光剑气，直接迎上铁链。光芒和阴气在空中剧烈碰撞，发出震耳欲聋的响声。在光芒之中，叶枫借机施展灵巧的步伐，迅速靠近牛头，剑锋直指他攻击的空隙。战斗愈加激烈，牛头和马面不停变换着攻击策略，而叶枫凭借阳光之剑的力量，每次都能化险为夷，挥剑反击。马面抽回三叉戟，低声冷笑：“看你的阳气能支撑多久？”三叉戟与阳光之剑再度交锋，叶枫身影如鬼魅般迅速闪动，剑气不断切割阴气，看准马面的破绽，猛然一剑直击他的侧翼。马面被震退几步，显然对叶枫的勇气和力量刮目相看。但是尽管阳光之剑能够破阴斩魂，但是打在牛头马面身上只痛不伤，仙法功力仍旧是不太足够的。不知道这场激战经过了多久，叶枫的幻影步使牛头马面无法占到任何便宜，而叶枫除了能与之对抗以外，也伤害不了两位强大的鬼差。叶枫的勇气和决心已经超越了牛头和马面见过的任何灵魂。牛头和马面终于停下了攻击，他们见识到了叶枫的顽强和强大，不再执拗地试图阻拦他。牛头深深地叹了口气，眼中流露出一丝复杂的情绪：“凡人，你的勇气和决心确实让我们刮目相看，也许我们仅仅是警告和力量，并不能阻止你的脚步。”马面也点了点头，补充说：“没错，你的力量虽然不能直接伤害到我们，但是你与我们之间的这场较量，让我们看到了你的不凡。阎王是否会见你，我们不知道，但是你的勇气值得我们让你尝试。”叶枫紧握阳光之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心中的澎湃逐渐平静下来。牛头大人，马面大人，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救我的妹妹。我知道，我只是一介凡人，但我愿意竭尽全力。感谢你们能理解我的决心，给我这个机会。牛头稍微点头，语气里满是无奈与赞许。走吧，凡人，阎王殿就在前方，但是记住，阎王殿的门槛比此处要高得多。你要面对的不仅仅是我们，你需要更多的智慧和勇气。马面也说，对，凡人，你能够来到这里已经非常不容易了，但阎王殿前的路才是真正的考验。叶枫认真地对牛头和马面鞠了一躬，表示感谢，然后转身步入了更深的阴冥之中，去寻找阎王，寻求改变命运的机会。叶枫跨过鬼门关，眼前的景象开始发生变化，周围的空气带着一股阴冷的湿气，与阳间的温暖截然不同。他正身处传说中通往阴间的必经之路黄泉路。黄泉路蜿蜒曲折，路两侧弥漫着阴霾蒙蒙的雾气，看不到尽头。万籁俱寂中，只有他的脚步声在这条冥界之路上回响。他能感受到无数幽魂在暗淡的路灯下游荡，宛如失去目标的孤魂野鬼。他行走在这条沉重且寂静的路上，突然耳畔响起若有若无的呢喃，那些呢喃声试图勾起他的回忆和情感，以增加他心理上的负担，让他迷失方向，迷失自我。叶枫已经预料到这种情况，他正运用丽娜所教给他的灵魂凝练术，在心中默念着咒语，排除外界的干扰，保持内心的宁静。经过一段时间的行走，叶枫终于来到了一座石桥前，这就是传说中的奈何桥。桥的一头薄雾缭绕，几乎看不到尽头。桥的两旁站着两个身影，一个穿着黑袍，另一个穿着白袍，他们正是人们口中的黑白无常。黑无常挺着宽大的黑色斗笠，手持着一张面孔凶狠的宣判牌，目光冷森地盯着叶枫。白无常则手拿生死簿，脸上画着白色的妆，相较黑无常略显温和。黑无常的声音突然变得尖锐起来，似乎在责怪牛头马面，怎么回事？怎会让这凡人一次又一次闯入地府？难道我们地府的规矩就这么好违背的吗？白无常也顺势表示不满。牛头马面已经失职，否则凡人怎会轻易抵达奈何桥？你不应该在这里，我们不可能让你再进一步了。叶枫看着黑白无常，坚定地回应：黑无常大人，白无常大人，请理解我此行的苦心，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家人。我知道这是对地府规矩的挑战，但请您们理解，这是我必须要做的。黑无常怒斥道：凡人，你的个人情感并不能凌驾于地府规则之上，地府由来已久的规矩，不是你一句话就可以抹去的。白无常则柔和了些许语气，但依然坚定：叶枫，你的勇气我们佩服，你的决心我们也看在眼里，但是我们无法违反地府的律法，你只能止步于此。叶枫心中虽有千言万语，但也知道二无常的立场无法动摇。他深吸一口气，沉着回应：那么我只好自行其路。既然黑白无常大人不能助我一臂之力，我也不便强求。但在地府中，总有决定生死的最终之人，那便是阎王。只有他能够给我答案，我会不惜一切代价前往。黑无常见叶枫如此决绝，再次怒喝：顽固的凡人啊，你自寻死路！黑无常的怒喝在空旷的地府中回荡，他形容凶恶的宣判牌紧紧抓在手中，不再隐藏自己的怒气。白无常虽然表现得更为冷静，但也握紧了他的生死簿，准备采取行动。既然你如此执着，那我们就只能用行动来让你明白地府的严苛了。黑无常言罢，与白无常默契地交换了一个眼神，两人几乎同时发动攻击。黑无常猛地挥出宣判牌，牵引着周遭的阴风，化作一股惊人的力量直奔叶枫而去。而白无常则展开生死簿，从中飞出数道灵符，每一个都带着强烈的束缚之力，企图限制叶枫的行动。叶枫不敢大意，阳光之剑上的阳光再次闪耀，他快速运转内力，使得阳光之剑发出更加明亮的光辉。面对黑白无常的联手进攻，他不躲不避，直接品剑而上。光明斩！叶枫大喝一声，
挥剑斩向那股凝聚的阴风和灵符，阳光之力撕扯着空气，与宣判牌和生死簿上的力量激烈碰撞，亮光和阴影交织在一起，奏出了黄泉路上最悲壮的合奏。叶枫借着剑光的掩护向前闯去，试图趁机穿过两位无常的阻拦。黑无常大人，白无常大人，我不想与您们为敌。黑无常见阳光之剑竟能一时抵抗他们的攻击，面色一沉。凡人，你虽然有些能耐，但别忘了这里是地府。白无常的声音也变得冷硬起来。是啊，凡人，你在阳间的能力或许能在此抵御我们一时一刻，但绝难永久。叶枫与黑白无常的交手越发激烈，每一次碰撞都几乎令空气为之颤动。白无常手中的生死簿和黑无常的宣判牌都是地府中赋予极强力量的物品，他们的力量显然要比牛头马面的更为神秘和强大。黑无常手中的宣判牌不只带有沉重的阴气，还似乎带着足以吞噬一切的力量，每一次挥舞都携带一股可怕的吸扯力量。白无常则更为巧妙，他用生死簿上的灵符布下一个个陷阱，企图限制叶枫的行动。在一次次的硬汉中，叶枫的呼吸变得越来越沉重，他可以感到体内的阳光之力在不断消耗中。阳光之剑虽然强大，但在这个完全由阴气构成的世界里，它的力量有着明显的局限性。看来今天你是走不出地府了，凡人。黑无常的声音变得越来越冰冷，白无常的表情也变得凝重。阳间的光芒在此地始终是那么微弱。叶枫意识到，即使自身的力量再强，也难以长久和这两位地府高阶鬼差抗衡，但他仍旧不愿放弃。阳光之剑在他手中更加坚定地闪烁着光芒。他深吸一口气，再次向黑白无常冲去。尽管知道可能无法打败他们，但他至少要试着从他们身边突围。黑白无常看准时机，几乎同时出手，一黑一白的力量形成一股巨大的漩涡，直接压向叶枫。既然如此，那我只有再次突破我的极限。叶枫咬牙切齿地喊道。阳光之剑在他手上爆发出前所未有的光辉，一股剑气从剑尖爆射而出，化作一道璀璨的光柱，直接与黑白无常的力量碰撞。巨响之后，一阵阵能量波动在四周激荡开来，地府的黄泉路上空出现了一瞬的明亮。激战之后，即使叶枫倾尽全力，面对黑白无常这样的强敌，他成功突破的可能性依然不大。毕竟地府的规则和力量是凡人难以逾越的高墙。在与黑白无常的交手中，他发现虽然自己的力量无法直击与他们相抗衡，但或许可以利用智慧来找到突破的方法。叶枫决定先退回黄泉路，寻找一个相对安静的地方来思考对策。他回想丽娜的话，阎王殿的门槛比此处要高得多，需要更多的智慧和勇气。叶枫不断反思交战时的每一次攻防，试图寻找黑白无常的弱点。在黄泉路上，叶枫寻找到了一块较为隐蔽的岩石坐下，他沉思着如何用计策骗过黑白无常，让自己趁机过桥。地府讲究的是因果循环，那么是否可以从这个角度入手？叶枫自言自语，他突然想到一个可能的计策。叶枫决定利用地府强调因果的规则，编造一个故事，让黑白无常相信他此行确有其事，并且与地府的因果规则相关。他计划说自己是来完成一项未了的使命，这项使命与阴间有着某种不可或缺的联系，而完成这个使命对维持阴阳平衡至关重要。叶枫重新来到奈何桥前，深吸一口气，向黑白无常走去。黑无常大人，白无常大人，我知道自己身为凡人，闯入地府是大逆不道，但我此行真有使命。在阳间有一桩未了的因果循环未能完成。在阳间，我的一个朋友因误入歧途，被冤枉杀人而死。他临终前托付给我一样物品，要我将这个物品交给他的家人，以此明证他的清白。但我在他被判决的那一夜，在前往他家的路上遭遇不测，未能完成他的遗愿。叶枫叙述着故事的前因，该件物品就是他所谓的冤情令牌，上面刻着真凶的供词以及关键证据。我虽已从阴世返回阳世，但因果未了，我的心也不得安宁。他继续道出因果的后续。黑无常皱起了眉头，沉吟着，
这冤情令牌真有其事。叶枫点头，并从衣兜里摸出了一块令牌样的物件，尽管是虚构的，但看起来颇为古老和正式，似是充满了故事里提到的分量。白无常接话说：“这件物品确实重要，因是不应该留有阳间的冤屈。凡人，若你言不虚，我们自会放你过去。”叶枫认真地看着他们：“我所言乃是真心，请两位大人明鉴。只有见到阎王大人，让他调查此事，我才能安心，而我的朋友也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安宁。”黑白无常交换了一个深意的眼神，他们沉默了好一会儿，最终黑无常点了点头：“凡人，我们就依你所愿。”白无常补充道：“但记住，阎王大人眼如炬火，你的一切虚言都将无所遁形，若有半分不实，后果自负。”就这样，叶枫骗过了黑白无常两位鬼差，向奈何桥走了上去。